我是 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 broker 和注册会计师 CPA。那么今天的 Mina 谈地产话题，要给大家讲一下，在美国个人出售自住房所生成的利润或亏损是怎样计算的，比如计算房屋的成本问题，还有潜在的税务相关等等。然后呢，还要讲一下25万或50万美金的自住房税收减免等等。感兴趣的小伙伴就接着看吧。那么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房屋买卖呢都是一般家庭中最大的一笔开销，所以呢，了解房产利润及税务相关的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 Mina 今天所讲呢，只是通过个人的专业通用知识来给大家一个初步的认识。当然呢，房子这个东西，每一栋还有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会太一样，所以具体呢还要咨询你的经纪人还有会计师。当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我的话，我也会把联系方式放在屏幕上哦。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25万美金的自住房税收减免。那么什么是自住房呢？过去5年内在一栋房屋内住满2年，这个房屋呢可以是独立屋 single house、联排别墅 townhouse、船屋 houseboat、移动屋 mobile home、合作公寓 cooperative apartment， 或者是 condominium， 这样呢就满足了自住房的要求。那么满足了自住房的要求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屋主从房屋售出日起之前的2年没有对于其他任何一栋房屋使用过这个免税额的话，那么这个屋主在出售这个自住屋之后呢，卖房的利润便会有25万美元的免税额。如果是夫妻双方的话，便可以使用夫妻2人加起来50万美金的免税额。使用50万美金的免税额呢，也需要满足一些条件。Mina 来说一下，首先，报税的那一年呢，他们需要为结婚的状态。其次呢，至少有一方满足5年内住满2年的自住房的要求，并且呢，在前2年内，这里从房屋售出日起算，夫妻双方中没有一方在其他房屋上使用过这个免税额。注意呢，这个免税额必须是自住屋，不适用于投资房和度假屋，也就是 investment property 和 vacation homes。那么如果小伙伴问，那么我有2栋房屋，我过去5年2栋都有住，那么哪一栋可以免税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一下具体的居住时间，使用2栋之中居住时间更长的那一栋来做免税自住屋。如果是既自住又投资的2用房，自住部分呢可以享受此优惠，出租部分呢仍需要申报资本利得税。好，了解了自住房，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如何计算房屋出售后的利润或亏损。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用售价中的实现收益减去我们的成本，就是房屋的调整基准。那么用这个呢，我们来计算我们的利润或亏损。那么如何计算这个实现收益呢？实现收益就是用房屋的售价减去卖房的费用，就会得到实现收益。那么现在呢，Mina 来说一下卖房都有哪些费用。首先呢，我们当然有经纪人佣金。那么美国的房产经纪人佣金是由卖家支付的，这个呢也是卖房中最大的一笔开销。经纪人佣金呢大约是成交价的4%到7%，这笔佣金呢再由买方经纪人和卖方经纪人按比例分账。好，那么第2个支出费用呢，就是卖房的广告费等等，比如说卖家打了1年的报纸广告的费用，就可以算作卖房的广告费用。好，第3个费用呢，就是还清贷款所相关的费用，比如说有的银行还需要收一笔提前还款的费用 mortgage payoff fee， 大约500美元。这里插一嘴，在申请贷款的时候，贷款文件呢一定要详细阅读哦，这样在将来才不会有任何惊讶。好，那么第4个费用呢，就是一些过户费用，还有法律费用等等。那这里呢，我再细说一下。过户费用，在美国卖房过户时，卖家需要承担这些过户费用都有什么？我们称作为 closing costs。这个呢，包括文件公证费 notary fee、卖方过户公证费 escrow fee、过户税 transfer tax、产权转移时州政府或市政府向卖家征收的税款。不同州、不同城市的交易税收征收的方式与费用都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呢，只需支付州交税，而不用付市交税。那么有些地方呢，两边都要支付。当然了，我们还要支付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 付给产权公司，保证买家可以得到合法的产权。还有呢，就是房屋保修 home warranty， 1年的房屋保修费大约是250到1000美元。白衣检查 termite inspection， 有的州呢大约需要100美元。
任何欠款及债务，比如说还没付清的物业管理费 HOA 费和房产税 Property Tax 等。那具体这个费怎么付呢？还要看您的购房合同和买家的协商了。好，这里说一下，除了经纪人的佣金以外，其他费用呢大约是房价的1%。比如说你的经纪人佣金为5%，那么卖房的全部费用大约估算是房价的6%。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过户费用之后呢，用房屋最后的卖价减去卖房的费用，即可得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房屋实现收益。好，那我们现在有了实现收益，再来说一下房屋的调整基准。调整基准呢，就是房屋的买入价加上你所做的任何 capital improvement， 也是房屋改善，比如说装修、翻新、合法加建等等，再减去任何房屋的损坏 casualty loss，或者是其他影响房子价值的因素，这样呢就知道了房屋的调整基准。之前呢有客人刚买了房子，找人装修买材料，发了一堆数据给我，咨询我可否抵税。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小贴士，买房后翻新改建都要保留好数据，虽然不可以在当年抵税，但是卖房时却可以用来当做卖房成本哦，所以收据都不要搞丢喽。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成功的计算出了房屋实现收益和房屋的基准，那么用实现收益减去房屋基准即可生得利润或算出亏损。好，现在呢我们讲一下资本利得税。卖房若产生了利润，则利润部分会计算在个人所得税中，应缴纳的利润部分叫 taxable gain， 是卖房的价格减去所有卖房的成本。那么资本利得税是多少呢？短期持有也叫 short-term capital gain， 卖家持有房产1年以下，税率和个人所得税呢是一样的。那么长期持有 long-term capital gain， 卖家持有房产1年以上，可以享受长期资本利得的优惠税率，那么一般呢是15%到20%。现在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外国卖家的缴税方式是什么。由外国卖家出售的房产，美国国税局 IRS 会要求在过户那天呢，预扣卖价的一部分预留给国税局，通常来说是10%到15%，由过户公司直接从卖房的款项中代扣。那么我们加州呢还会要求额外预留3.33%的预留税，这个小伙伴们呢要了解一下哈。最终的税收会根据实际卖房的利润多退少补，如果没有利润，那所有的预留税都会被退回。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夫妻卖家或产权共有的合作人在卖房是如何去报这个税的。先说夫妻卖家，如果夫妻卖家报 jointly return 共同报税的话，可以把利润或亏损在一份税表上报出。如果夫妻报 separate return 叫分开报税的话，那么每一方必须根据他们对房屋的持有百分比来算出他们的利润或亏损，从而呢在他们对应的税表上报出。这个呢也适用于产权共有的合作人，在报税的时候自己按照自己对于房屋的持有比例来计算便可。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今天呢，米娜剖析了一下自住房的售房税务相关。那么下一期呢，米娜谈地产，我会讲投资房和出租房的税务相关，还有如何通过1031同类交换合理规避资本利得税等等。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关注哦。好，我是米娜，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如果小伙伴有问题想咨询，欢迎随时联系我哦。我的联系方式会放在屏幕上。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个赞、评论、留言加转发哦。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哦。还有关注我的时候，记得点一下屏幕下角的那个小铃铛，这样每次我发新视频时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好了，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啦，拜拜。